中国人如何走出美国零和博弈的思维怪圈？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认为中美之间是争霸的关系，无论是美国政客，还是国内一些拥有这种想法的人，都带有偏见。最近关于麦卡锡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话题，还在中国网络上持续发酵。麦卡锡的对华态度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，尤其是这个人在此前曾质疑过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过于松弛，要求加强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限制和打压的力度，试图龟缩中国关键科技和产业的发展，打造一条以美国为主导的排华产业链。很显然，麦卡锡不仅不会改变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，甚至还可能将其发展到极致。这几年围绕中美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外交词汇，而零和博弈就是其中被大众所熟悉的一个词。啥叫零和博弈呢？其实很多网友并不清楚，只知道在外交环境中这是一个贬义词。零和博弈源自博弈论，指的是参与博弈的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，一方面的收益是建立在另一方损失之上的，二者之和永远是零，属于典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对推进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正面作用。二战以后的美苏争霸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也属于意识形态和体制优势等领域的零和博弈。中国不搞零和博弈，而是倡导合作共赢。面对美国不断发起的围堵和打压，中国素来都是进行谴责，通过抗议和反制措施双管齐下，硬是顶住了好几波攻势。在特朗普时期发动的贸易战和金融战，结果是两败俱伤，谁也没有吃掉谁。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，只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大分工的结果，并非麦卡锡口中的是去抢美国人的饭碗。美国政客不应该把攻击中国当作给自己拉选票的手段。至于美国一致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冲突论等言论，除了加深两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和所处结构的矛盾之外，还让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军事摩擦的风险上升。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，谁都承受不起零和博弈带来的代价。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美国并非只对中国搞零和博弈，任何能够威胁它霸权的国家和组织，它都会这么干。为了削弱俄罗斯，美国不断拱火俄乌冲突，给欧洲带来了严峻的安全形势。但是美国并没有对欧洲盟友心慈手软，随后便出台了令欧洲各国炸锅的通胀削减法案，无视市场规则，大肆补贴本国企业，背后捅了盟友的刀子，逼得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飞到美国恳请拜登撤回法案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可见零和博弈在美国高层已深入骨髓，很难改变。然而，面对美国的零和博弈，国内许多网民的言论更是令人担忧。种种迹象来看，许多国人正陷入美国零和博弈的思维怪圈。举几个典型的例子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：既然道不同，不相与谋，那就跟美国摊牌，直接兵戎相见，成王败寇，或者让中俄结盟对抗美国，武力打败美国，并且取而代之，由中国来领导世界秩序等等言论。事实上，这部分人的思想和美国政客如出一辙，本质是一样的，认为中美之间的争霸关系不能是合作关系，中国必须要打倒美国，才有向上发展的机会。这明显也是霸权的思维。无论是对美国政客，还是国内一些拥有这种思维的人，都是带有偏见的。毕竟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悲剧并不少见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